如果每分钟给你几十万，你会待在这里吗？小妹因赌光全部财产被带到一间密室，她只要在房间里睡觉，每分钟就会有几十万的收入，就连盒饭都是几十份。苦恼的她只能每样饭菜都尝一口，这可真是所有人向往的生活。可她不知道，这样害苦了其他的7个人。原来这里不止他一人，小帅因被好友骗取投资，最终输光所有资产，另外还欠了几十亿高利贷。可就在要跳下去的一刻，手机收到一条信息，打开发现每收到一条短信都会给他打款100万，短短几条竟到手400万。原来是有人想要购买他放弃的时间。没多大会儿，一辆加长版林肯停在他身边，好奇的小帅决定一探究竟。他被带到一处剧场，桌子上的信封吸引他，等他打开信封，这才知道游戏规则。本次节目不需要任何投资，唯一要的就是放弃自己的时间，而且这里还会免费提供住宿和食物，奖金会随着时间积累。设定时间到24小时，那么就会自动结束。如果有参赛者死亡，节目也会强行终止。如果对节目不感兴趣，可以拿走桌子上的2000万离开。想要参加就选择一个号码并越过窗帘。小帅本想拿钱走人，可转念一想，自己欠下的巨债，相比在这馆吃馆住还可以赚钱，正常人都会选择留。等他走进来，被这里的景象惊呆了，不禁感叹这里是真的好。门上的时间应该就是24小时，难道这个活动的时间是1天吗？他选择的是3号牌子，就是3楼的房间。很快一个传送电梯缓缓打开，里面一身衣服一双鞋子，中间的书则是游戏规则。原来参赛者要换上指定的衣服鞋，上面的则是积分牌，可以查看积累的奖金。除了食物跟水是免费，需要购买任何物品可以使用对讲机，购买物品所需要的钱将会高于外面10倍的价格从奖金中扣除。房间以外的物品可以在外面的广场进行购买。从午夜到早上8点必须待在房间里，否则就会扣除1半的奖金。刚换好衣服的小帅发现上面的衣兜全是假的，都是画上去。这时积分牌出现3万元，等过去1分钟后又变成了6万元，这才短短3分钟就有了几万元。这一天的工资可抵得上普通人1年的收入，想想真的好激动。于是小帅简单的买了一床被子，打算明天带着钱离开这里。等第2天，小帅发现这里并不是只有他自己，然后他们发现广场上的数字居然变成了35小时，吃的食物是假的，衣服上的口袋是假的，只有参赛的8名嘉宾是真的，其他几名参赛人员都整整齐齐，穿着提供的衣服，只有8号妹穿的特别慷慨大方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刚点了计时呢，可其他几人显然没这个心思，因为上涨的时间还有这里的一切都显得蹊跷。就在众人困惑时，只有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发现了疑点，他认为在外面购买东西花的是大家共同的钱，只要在这买东西，计时器上的时间就会减少。6号选手迫不及待地想去试试，他买了一包长寿烟和一个打火机。等他拿到东西，上面的时间果然减少了2分钟。现在大家只要思考怎么能在计时器不归零的前提下花钱，也就是说在房间里需要买的东西放在外面购买可以省下一大笔钱。可每个人的生活用品都不同，就这样8人终于都拿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，而我们的小帅拿到桶的第一时间跑了出去，憋了1天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释放了。这里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盥洗室，折腾1天了，说好的管吃管住，可就是不见食物在哪里。这时我们的8号妹很奇怪地问众人为什么不吃饭。我走在传送电梯里看到很多盒饭，好家伙，原来他一个人吃了12份盒饭，当然了，他肯定吃不完的。这时众人就猜想那些食物会不会是分给他们8个人的，不过也不能全怪8号，因为房间的东西是不能带出去，否则就会扣除他1半钱。这时我们的7号又站出来，他料想食物一定是从8楼开始往下，而一共有12份食物从8楼开始，一人如果拿2份，可怜的1楼是拿不到食物的。这种制度会造成不平等的社会。随后7号建议大家去8楼查看一下，当然我们的8号妹肯定不会拒绝。等众人来到8楼惊呆了，这里简直就是总统套房啊！而且8号的收入居然是1分钟几10万，这可把其余的几人羡慕坏了，因为他们的收入远远没有8号高，住1楼的更惨，每分钟只有1万块。最终7号算出了规律，原来每层楼的钱数只要把前面的2层的相加，就是本层得到的钱，以此递增，收益最大的就是8，高达34万每分钟。但至今几人只知道了每层楼的收入，可游戏的发行者并没有告诉他们要进行什么样的比赛。难道这是一款考验人性的游戏，还是让他们自行抢夺高收入的楼层？就在众人心事重重的时候，只有8号妹玩得很开心，这也难怪，谁让他的收入最高呢？最后7号提出建议，那就是怎么能控制流失的时间，让他们利润最大化，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。接下来他们想到一个分享食物的办法，因为有12份餐盒，每层各拿1份，剩下的4份放在收入最低的1号那，吃不饱的可以去1楼吃剩下的4份，看起来是一个好办法。可这种团结又能维持多久？很快就出事了，外面的计时器还剩下短短15分钟，这表示有人用外面的电话购买东西。原来是8号的大长腿，他竟然用公共的电话购买大量的衣服，这也让计时器上的时间大大的减少。就在几人气愤时，8号很奇怪，是为了时间吗？这时他又说出了一个秘密，
原来这个时间是有办法可以增加的，那就是不断的爬楼梯就会上涨。很快时间归零，节目要终止了。就在他们不甘心这么离开时，计时器又弹出了24小时。看来8号才是终极玩家，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隐藏的规矩。但聪明的7号好像猜到了主办方让他们来这个目的，那就是让他们发生冲突或者打起来。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8人团结起来。时间在流失，不知道这种状况他们能维持多久。但从白天发生的事情来看，已经有人对8号产生了异样，因为每天爬楼梯，他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，一天14份盒饭根本就吃不饱。于是他们又改变了计划，那就是爬楼梯的人分成2组，轮班去做，这样就可以把多余的食物分给工作的那组。这种提议几人纷纷赞同。就这样，他们8个人分成2组轮班工作。可倒霉的1楼是个残疾人，他刚好跟暴躁男6号分到了一组。被欺负的1号并没有生气，他反而感觉是自己的身体拖累了众人，于是他主动提出帮楼上的7人收拾垃圾。看来这也是个好办法，他用等同的价值换来了大家的满意。可几天下来还是出了问题，因为不管他们多么的努力，爬楼梯计时器上的时间不增反减，而8号再也受不了这种体力活。尽管他撂挑子不干了，可是收入低的几人还是选择继续爬，连续每天的体力活。4号再也受不了，累得当场发作。就在他们要用时间购买药时，却遭到6号的反对，于是他们就打了起来。他们打完架，看到增加的时间，这时的7号也终于反应过来，并不是爬楼梯给他们增加了时间。结合刚才的争斗，看来主办方是想看他们内斗或者表演，也许是他们看到8名参赛者天天爬楼梯感到厌倦了，这才改变了规则。既然他们想要看节目，那也好办。现在有请3号嘉宾小帅为大家表演吃播。小帅对着房间的摄像头疯狂试探，然而7号告诉他时间并没有增加，看来主办方并不喜欢这类节目。7号猜到了他们一定喜欢娱乐的节目，说着他自告奋勇第一个表演，他的才艺就是吹箫。等他表演结束，计时器果然增加了20个小时，看来他的猜测是没错的。既然再次找到了可以加时间的方法，7号便问起大家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个节目。众人议论纷纷，谁不想挣到更多的钱呢？如果不结束这次的节目，那么他们就会永远的留在这里。最终他们将发言权给了收入最低的1号，他现在每天能挣1440万，如果10亿是他的目标的话，除去他每天花费，那么他们最少要在这待上2个半月。于是他们就痛快按照1号的决定，接下来他们就用才艺赚更多的时间。有人表演唱歌赚钱，6号借着劈瓦片炫耀了一把力气，唱歌可真是要命，他的时间只增加了1小时50分钟。接下来就是3号小帅的表演，成功的赚到了18分钟。一轮下来，时间已经长到了100多个小时。那么还有最后一位8号，等他表演完，就可以算出来大家一天赚的总数。然而8号的表演并不想在广场上展示，他竟然想展示运动。好家伙，这也太直接了。没办法，他只有这个才艺。看到7号拒绝，他只好再去找别人。最终他选择了6号暴躁男。接下来少儿不宜你们就别看了，而他赚的时间也是最多的，足足增加了69个小时。一天下来，大家努力的赚到了170多个小时。然后1号提出了一件事，就是之前爬楼梯，他帮楼上的几人收拾垃圾，现在竟然找到了新的规则，还有他自己的房间已经臭味熏天，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于是8人打算通过投票选出1人的房间当厕所。投票开始，3号心里慌了，因为他的才艺是赚的最少的。可结局意外的是，居然还有一半的人投了8号，因为有人认为他的房间最大，赚钱最多，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。没有悬念，8号当选，这意味着其他的7人可以去他房间上厕所。虽然这么愉快的决定，但他们以为8号妹真的会这么听话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